一节书本之外的社会课，一个陪你成长的摆渡人。大家好，这里是星河摆渡。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个朋友跟我提到了他的遭遇。他在一家公司兢兢业业的做了6年，突然被告知他的合同不再续签，公司也没有明说辞退，只是不再分配他紧急而核心的任务，他整日无所事事，好像被领导和同事孤立。虽然可以再重新找工作，但这个消息对习惯了安稳的他终归是个不小的打击。在交谈中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懊恼地说，我早把公司当成了家，没想到受到这样的待遇。我为他的遭遇感到同情和遗憾，但如果细想一下，这个想法或许只是他的一厢情愿。同时有几点问题也反映了他交叉的职场意识。一，作为老员工没有职业规划理念。2，与上级关系不好，竟然丝毫未察觉。3，现在的处境尴尬，却仍未采取行动。4， 6年成长未挖掘出核心竞争力。他悲伤地说自己活得很失败，其实今天的局面他自己也要负 70% 的主要责任。他们把公司当成家，公司把他当成了家人吗？公司之所以没有说明辞退，是碍于情面，但更因为6年的员工辞退后会付一大笔补偿金，公司的做法很聪明，让他自己主动提出辞职。当我们踏出校门走向社会，迈上工作岗位的那一天，企业铮铮有声地宣誓，公司就是我们的家，我们要爱家爱岗敬业，把自己奉献给公司。当时我也是这么被公司洗脑的，感觉公司的氛围很好，领导和同事们彼此像家人一样亲近互爱。现在想想，如果我们是老板，我们是不是也希望自己的员工爱公司如家呢？关于员工与公司，有人说是合作关系，员工给公司创造利润，公司给员工提供福利。有人说应该是利益关系，员工给公司工作，公司给员工发薪水。有人说是共赢关系，员工给公司创造价值，公司给员工创造未来。管理大师德鲁克曾指出，员工要通过工作在职位上发挥所长，建立自己的地位，而企业要履行对社会对个人的承诺，通过公平的升迁机会实现社会正义。此外，员工对公司最重要的要求还包括建立高绩效标准，具备组织和管理工作的高度能力，以及能明确表达对于良好工作表现的关注。所以单纯的把公司当成家，未免太情感太单纯了。我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网上曾读过一篇文章，联想不是家，是一位联想员工在经历了2次裁员之后写的。他本人并非被裁，而是作为裁员的参与者，面谈被裁的员工。文章凄婉哀怨，感伤却无奈。文章中提到，这可能是联想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裁员，整个研究院走了30多人，转岗20多人。从6日启动计划，7日讨论名单，8日提交名单，到9日10日 HR 审核及办理手续，再到11日面谈，整个过程一气呵成，只用了5天时间。面谈更是简单而流畅，领导首先肯定他们过去的成绩，然后解释战略裁员的意思，告知支付补偿金金额，递上所有已经办好的材料，最后让他们在解除劳动关系合同上签字。整个过程仅仅用了20分钟，而且被裁的员工事先都完全不知情。在面谈之前，他们的一切手续公司都已经办完。等他们被叫到办公室的同时，邮箱、人力地图、IC 卡全部被注销。当他们知道消息后，2个小时之内必须离开公司。其实有些时候裁员并不是员工能力不行，就比如联想这次战略裁员的意思不是以工作业绩作为标准的，而是因为公司的发展方向的改变，必须要对项目团队进行一次变动和取舍。有些被裁的员工甚至是重金从外面挖来的博士后。在经历了2次重大的战略调整，这位联想员工深刻体会到，员工和公司的关系就是利益关系，千万不要把公司当家。公司为我们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能为公司做贡献，绝对不是像爸爸妈妈的那种无私奉献的感情。对于这个问题，柳传志也给出了更为有理有据的解释。一个企业应当遵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发展，只有发展才能为股东、为员工、为社会几个方面负责。而从发展的角度出发，企业就必须上进，内部就必须引进竞争机制。员工在联想既要有感到温馨的一面，更会有奋勇争先而感到压力的另一面。因此不能把企业当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是必然的。在家里，子女可以有各种缺点，犯各种错误，父母最终都是宽容的，企业则不可能是这样的。前者触情，后者说理，相对而言，我更感悟后者。类似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特别是在市场极不稳定的这2年，
据不完全统计，2019年以来，腾讯裁员10%，京东裁员8%，滴滴裁员15%，知乎裁员20%，美团技术部裁员50%，华为停止社招，阿里巴巴裁员，优化结构末位淘汰，联想强制提前退休。很多时候你什么都没做错，但因为公司亏损或战略调整，突然之间你就被裁了。不要对公司抱有过于美好的幻想，你要努力做到让自己不可或缺，哪怕被裁也很容易找到工作。而公司要往前发展，尤其在如此残酷的环境和惨烈的竞争下，流血在所难免。公司是不会在乎舍弃一两枚棋子的。对于个人而言，做好自己的事，找好自己的路，永远不要依赖公司，而是靠自己来设计你的未来。为了更好地理解我们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关系，可以借助一个老鼠与佛塔的寓言故事。一只到处游荡的老鼠在佛塔顶上安了家，佛塔里的生活实在是幸福极了。它既可以在各层之间随意穿越，又可以享受到丰富的贡品，甚至还享有别人无法想象的特权。那些不为人知的秘籍，它可以随意咀嚼，人们不敢正视佛像，它可以在上面自由闲逛。每当善男信女烧香叩首的时候，这只老鼠总是看着那令人陶醉的烟气慢慢升起，然后猛抽着鼻子，心中暗想：可笑的人类，膝盖竟然这样软弱，说跪就跪下了。有一天，一只饿极了的野猫闯了进来，一把抓住老鼠。你不能吃我，你应该向我跪拜，我代表着佛。这位高贵的俘虏抗议道：人们向你跪拜，只是因为你所占的位置，不是因为你。野猫讥讽道，然后野猫像掰开一个汉堡一样，把老鼠撕成了两半。所以今天职场上的我们也要认清这层关系。公司是员工学习的平台，发展的跳板，是员工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我们应当感谢公司提供给我们的资源，保持良好的心态，做好本职工作，但也需要有风险意识。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公司并不会像家一样为我们遮风挡雨，我们还是需要靠自身的能力涅槃重生，不能像老鼠一样习惯了安逸，磨灭了斗志，最后被野猫轻松吃掉。在精准努力一书中，最大的特色是用金融思维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在金融领域，人们往往会用一个公式来评估企业价值，现值等于未来流量除以折现率。同样的道理，公式也可以衡量一个人职场价值。一个员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抢手，取决于他未来能否稳定地创造出大量现金流。所以你自己的现值就是你将来可以创造出的现金流除以你的折现率所得到的数值。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公司赚钱的部门，销售部、业务部，而往外花钱的部门，营销部、公关部等等。而对应着赚钱的员工有两类，一是跟利润有直接关系的员工，销售员，卖了多少产品，赚了多少钱；二是跟成本有直接关系的员工，比如行政、后勤、财务、技术，如何提升效率，从而降低成本。当然，营销部门也可以降低成本，提高性价比。说这些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审视自我价值，核定我们所在行业的平均成本和公司内部的成本是多少，然后提升自身价值，提升自我的核心竞争力。那该如何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呢？还拿公式来说，现值等于未来现金流除以折现率。现值 PV 的大小决定着你现在在公司的地位，是否获得老板最高的评价。要想提高 PV， 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增大现金流量，或者降低折现率。也就是说，你要么多挣钱，增产增额，要么你开源节流，创新改变，降低成本。所以今天职场上的我们一定要在工作中经常思考这几个问题。为了使现金流最大化，我们该如何去做哪些事情？哪些工作可以让自己增值？哪些工作是重复性的？同样的工作，哪个同事做得最好？我们有多大差距？怎样才能积累更多资源和更牛的人建立关系？任何时候都让自己有明确的职业规划，有不可依，不断成长。深入挖掘这种思维模式，可以帮助你深入认清公司的价值链。在这个价值链中，你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而你的价值能在公司达到什么样的待遇以及职位，也就是你的上升路径有怎样的设计，你的职业生涯有怎样的规划。在向上管理中，当你与领导谈薪资谈晋升的时候，只要你能用数字证明自身价值，就比较容易让领导认可。尤其在你创造的价值远远高出公司指标的时候，要么公司会给你升职加薪，要么就会有其他公司来挖你，甚至你的家庭幸福指数都可以用这个公式来分解。最后我们再回到主题中的家。家是什么？家不是房屋，不是用物质堆砌起来的冰冷空间。家应该是温暖，应该是爱，应该是我们在奋勇直前中不可或缺的原动力。假定一个人的寿命是80岁，除了睡觉、吃饭、聊天等时间，他
他有将近1/2的时间是在工作中度过的。企业是一个人在家庭以外度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比喻成第2个家，应该也不为过。但情怀终归是情怀，我们应该理智相待，时时刻刻不忘自己的价值及定位，不忘自己努力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我们的答案是一样的，这个目的不是为了老板对我们的称赞，不是为了同事对我们的羡慕，而是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得到了升职加薪之后，能让心里真正的家从美好的愿景变成美好的现实。有一句话我一直很喜欢，家是归来时爱人递来的一双拖鞋，是孩子蹦跳着贴进怀中的笑脸，是餐桌上冒着热气的一羹一饭，是床头灯辉映下透着甜蜜的双人床。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谢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有任何建议和想法，欢迎在下方留言。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订阅星河百度频道，点赞和分享给更多的朋友。星河将不胜感激，继续分享更多有关成长的优质内容。一个人可以走多远，关键在于与谁同行。愿成长之路有你我相伴。这里是星河百度，我们下期不见不散。